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收看嘉诚养生道。大家都知道李嘉诚是1000亿首富，今年快100岁了，依然精神坚强，头脑清醒。您可能以为人家首富天天吃的肯定是咱们普通人买不起的山珍海味、名贵补药吧？但如果我告诉您，他餐桌上最常出现用来保命的底盘，竟然是菜市场里2、3块钱1斤的黄瓜，您敢信吗？先别急着划走，今天这条视频关系到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的切身健康。其实真正的长寿秘诀从来不是靠砸钱，而是吃对1日3餐。李嘉诚不仅巧吃黄瓜来平稳三高，他还给黄瓜找了个黄金搭档洋葱，用来给大脑加上保护罩，对抗身体发炎。这2样最不起眼的家常菜搭配在一起，胜过无数昂贵的保健品。但是重点来了，李嘉诚的私人医生曾经极其严肃地提醒过，有3类老年人千万要少碰这道菜，吃错了反而伤身。在视频的最后，我还会把首富同款的2个护血管小菜谱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您。现在请您先在评论区打出您的年龄，看看您或者您的家人是不是这3类需要忌口的人之一。接下来咱们就把首富的餐桌秘密掰开揉碎了讲给您听。在香港深水湾的半山别墅里，李家大宅每天清晨都会准时飘出饭菜的香气。许多曾经有幸受邀与李嘉诚共进早餐的商界大佬，在吃完饭后都感到无比惊讶，因为在那张身价1000亿的餐桌上，看不到什么名贵的冬虫夏草，也找不到熬制了几天几夜的鲍鱼海参。相反，常年摆在桌子中央，李先生动筷子最多的往往是一盘极其清淡的凉拌青菜，其中最常出现的主角就是黄瓜。为什么一个能够买下半座城的人，偏偏对几块钱1斤的黄瓜情有独钟？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中老年人最害怕的一个词：3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上了年纪，血管就像是用久了的自来水管，管壁上长满了水垢和铁锈，稍不注意，一次情绪激动，或者一顿大鱼大肉，这根水管就可能堵塞甚至破裂。为了疏通这根血管，多少老年朋友把大半的退休金都砸在了各种吹得天花乱坠的保健品上。今天吃几颗深海鱼油，明天吞几把进口维生素，结果往往是血压没降下来，脾胃反而被吃坏了。真正的富足不是你能买得起多贵的药，而是你懂得用最简单的食材把疾病挡在门外。李嘉诚深知这个道理，与其花大价钱去治已病，不如用最朴素的食物去治胃病。而黄瓜就是大自然赐予咱们最好的平民降压药。首先，黄瓜里头含有极其丰富的钾元素。很多老年朋友血压高，其实是因为平时做菜放盐太多，体内的钠盐超标，把水分紧紧锁在血管里，导致血管压力飙升。而黄瓜里的钾就像是一个勤劳的搬运工，专门负责把体内多余的钠盐置换出去。你多吃一口黄瓜，多排一次尿，体内的盐分就跟着排走了1分，血压自然就平稳下来了。其次，黄瓜中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叫丙醇2酸。咱们老一辈人有个习惯，觉得米饭馒头要多吃才能吃饱，但年纪大了，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消化不掉，全变成了脂肪堆积在肚皮上、肝脏里、血管壁上。而黄瓜里的丙醇2酸就像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保安，它能有效地拦住糖分，不让糖分转化为脂肪。这也就是为什么懂行的人常说，吃黄瓜就是在给血液刮油。再者，黄瓜里丰富的水分和特殊的纤维素，就像一把温和的天然软毛刷，顺着咱们的肠道一路刷下去，
把肠道里的陈年垃圾和多余的胆固醇全部扫地出门，不给身体增加哪怕一丝一毫的额外负担。不要等身体发出了警报才去寻医问药，要把健康的防线建立在每一顿看似寡淡的三餐之中。在李嘉诚几十年的生活习惯里，这种不添堵的饮食哲学贯穿始终。咱们很多人觉得生活条件好了，老了就该享享清福，顿顿红烧肉，天天老母鸡汤，殊不知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营养的东西，对老年人脆弱的代谢系统来说，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灾难。真正的智者懂得在满桌的诱惑面前管住嘴，看似是在吃黄瓜，其实吃的是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和克制。但是如果仅仅是吃黄瓜，那这套养生法还不足以被称为绝妙。在人体的衰老过程中，血管堵塞只是其中一环。对老年人来说，更可怕的敌人是记忆力衰退、大脑迟钝，以及身体深处悄然发生的慢性发炎。李嘉诚一生要做无数个涉及到几百亿资金的重大决策，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大脑每一秒都清醒得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单靠黄瓜保住了血管的通畅，那大脑的活力该靠什么来维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私人营养团队将另一种极其刺鼻，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的廉价蔬菜搬上了餐桌，与黄瓜组成了天衣无缝的黄金搭档。当这两样东西相遇时，一场发生在我们身体内部的奇妙化学反应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种能护脑抗炎的神秘蔬菜究竟是什么？它又凭什么能成为首富餐桌上的另一张王牌？咱们接着往下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体检的时候血压、血脂控制的还算凑合，但平时还是经常觉得头晕脑胀，出门买个菜，转头就忘了钥匙放哪儿。一到阴雨天，浑身的关节就像生了锈一样酸痛难忍。其实这些都在提醒咱们一件事：光靠防守血管是不够的，咱们还得保护好身体的指挥部大脑，并且要把身体深处那些看不见的小火苗给扑灭。李嘉诚作为千亿商业帝国的掌舵人，哪怕到了90多岁高龄，依然要在风云变幻的市场里做决策。对他来说，保持大脑的绝对清醒和敏锐，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保住这座指挥部，他的私人营养团队在餐桌上引入了一位幕后功臣。这位功臣就是咱们菜市场里最常见，却又常常被很多人嫌弃的洋葱。提起洋葱，很多老年朋友直摇头，切的时候辣眼睛，吃完以后嘴里还有一股难以描述的冲鼻气味，甚至觉得它刺激肠胃。但您可能不知道，正是这种极其独特的辛辣气味，藏着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珍贵的解药。不要嫌弃那些气味冲鼻的普通食材，大自然往往把最珍贵的救命草藏在最不起眼的外表下。为什么要把黄瓜和洋葱拌在一起吃？首先，洋葱里含有一种别的蔬菜里几乎找不到的宝贝——前列腺素 A。您别被这个拗口的医学名词吓到，您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极其强效的天然血管扩张剂。咱们想象一下，人老了，血管就像是一条老化变窄的乡村土路。黄瓜的作用是把路面上的垃圾、落叶给扫干净，而洋葱里的前列腺素 A 则是直接把这条变窄的土路重新拓宽成了双向4车道的柏油马路。路宽了，垃圾也没了，血液在里面奔腾流淌，再也不用担心哪天会突然堵死。这就是黄瓜和洋葱打出的第一套完美配合，一个负责清胀，一个负责拓宽。咱们老年人最怕什么？不怕手脚慢点，就怕得老年痴呆，怕糊涂，怕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认不出来。大脑之所以会衰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脑内部的血管伪循环不畅，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洋葱里面富含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和2烯丙基二硫化物，这些物质就像是极其微小的营养快递员，它们能够穿透许多药物都难以跨越的屏障，直接把抗氧化的养分送到咱们的大脑深处。经常吃洋葱的老年人，不仅思维会更清晰，连睡眠质量都会跟着慢慢改善。李嘉诚能在耄耋之年依然头脑灵光，这种深入大脑的日常滋养功不可没。最后也是很多老年人最容易忽略的一点，抗炎。一说到发炎，咱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嗓子疼、伤口化脓。但其实医学界早就发现，人体衰老的本质就是一场漫长的慢性发炎，关节痛、疲乏无力，甚至是某些肿瘤的发生，都是因为身体内部到处都在缓慢的发炎。这种炎症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白蚁一样，天天在啃噬咱们的健康基石。而洋葱恰恰是自然界里抗炎杀菌的顶级高手，它含有的葱蒜辣素就像是身体内部的微型灭火器。当黄瓜在前面给身体做着减法的时候，洋葱就在后面默默地游走于五脏六腑，哪里有炎症的苗头，它就扑灭哪里。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懂得让不同的食材在身体里打配合，一口黄瓜，一口洋葱，清脆与辛辣在咀嚼中混合，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2样蔬菜，却在咱们看不见的身体内部完成了一次价值连城的健康接力。这就是首富餐桌上的大智慧，不追求名贵，只追求规律，不迷信偏方，只相信自然。听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打算明天一早去菜市场买上2根黄瓜、2个洋葱，回来做一盘首富同款的保命菜了？且慢，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道看似完美无缺、强强联手的血管清道夫，是不是所有中老年人都能随便敞开肚子吃呢？绝对不是。李嘉诚的私人医生曾经极其严肃地踩过一脚，紧急刹车。在这套完美的养生法背后，其实藏着一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健康红线。有3类老年人，如果盲目跟风吃了这道菜，不仅不能降三高，反而会惹出大麻烦。究竟是哪3类人绝对不能碰？您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这道菜？咱们下一章马上为您揭晓这个关乎性命的健康禁忌。听到这儿，很多注重健康的老伙计可能已经按耐不住了，恨不得顿顿都端上一盘，指望着靠它把三高给彻底压下去。但是在这咱们必须得踩一脚紧急刹车。李嘉诚虽然常年吃这道菜，但他的私人医疗团队可是有着极其严格的把关。那位跟了他几十年的私人医生曾经再三嘱咐，再好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所有人都受用。在养生这件事上，如果不看自己的体质盲目跟风，那就是在拿自己的寿命开玩笑。经过医学和营养学专家的总结，有3类老年朋友千万要对这道首富保命菜敬而远之，或者在吃之前必须慎之又慎。您赶紧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或者家里的老伴儿在不在这个黑名单里。这第一类不能碰的就是脾胃极度虚寒，常年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的老年人。咱们中医里有一句老话叫胃喜温而恶寒。人上了年纪，这脾胃就像是一个烧了小半辈子的老炉子，底下的火苗本来就不旺了。黄瓜虽然水分大，能刮油，但它在食物属性里可是妥妥的大寒之物。而洋葱呢，属于辛辣刺激的食材，而且这道菜为了保留营养，往往是凉拌着生吃。您想想，您把这又冰凉又辛辣的东西一盘子倒进那个火苗微弱的老炉子里，会是什么后果？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对于脾胃虚寒的老年人来说，吃下去不仅不能吸收里面的营养，反而会极大的刺激脆弱的肠胃黏膜，轻则胃痛、反酸、胀气，重则一天往厕所跑7、8趟，拉肚子拉到整个人虚脱。原本是想降压护血管，结果连最基本的元气都给伤了。如果您平时喝口凉水都觉得肚子不舒服，那这道菜您千万别眼馋。第二类需要避开的是患有严重眼疾，尤其是眼底有病变的老年人。咱们常说切洋葱辣眼睛，这可不仅仅是切的时候在外面刺激。中医认为洋葱含有大量的挥发性辛辣物质，这些物质吃到肚子里以后，它的那股气是往上冲的，很容易上火直达头面部。古书上早就记载过葱蒜盲目的道理，意思是长期过量食用辛辣的葱蒜类食物会耗伤肝血，进而影响视力。现在的中老年朋友10个有8个眼睛不太好。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或者严重干眼症的折磨，平时眼睛总是红血丝多、干涩发痒、迎风流泪，那就尽量别大量生吃洋葱了。为了通那么一点点血管，把原本就脆弱的视神经给刺激了，最后导致视力进一步模糊，那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第3类也是最危险的一类，那就是正在服用特定心血管药物，尤其是抗凝血药的老年人。上一章咱们夸过，洋葱里的特殊物质能扩张血管，防止血栓，可以说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这听起来是件大好事，对吧？但如果您本身因为做过心脏支架，或者有脑梗、心梗的风险，已经在遵医嘱每天按时服用华法林、阿司匹林这类抗凝血药物，或者吃着强效的降压药了，这时候您再大量的吃生洋葱，可就要出大麻烦了。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比不知道自己能吃什么更可怕。在商界，李嘉诚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头禅：我从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意思是说，任何生意不管利润多诱人，只要超出了自己能控制的风险范围，或者自己看不透里面的凶险，他宁愿不碰。其实这种顶级的智慧放在咱们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上也是完全相通的。别人吃黄瓜拌洋葱能延年益寿，那是别人的基本面好，体质对路。如果您的身体刚好犯了上面这3个忌讳，那懂得知止和避险，管住自己的嘴，才是最高级的养生。千万不要看到别人说好，或者听网上专家一夸，就盲目的往自己身上套。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既然养生有这么多门道和禁忌，那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每日的1日3餐呢？李嘉诚能够健康长寿，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躲开了这些忌讳吗？其实在这些食材和医嘱的背后，隐藏着长寿者们一个共同的心理特质。这种特质不需要您花1分钱，但绝大多数普通人就是坚持不下来。到底是什么样大道至简的智慧，能让人安稳硬朗地度过晚年？咱们下一章就来为您彻底揭开长寿者饭碗里的克制哲学。上一章咱们说到，哪怕是黄瓜配洋葱这样的黄金搭档，也有它的健康禁忌。有3类人绝对不能盲目跟风。听到这里，很多老伙计心里可能会泛起低谷，这也不能吃，那也不敢碰。难道像李嘉诚那样的1000亿富豪能活到快100岁，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顶级的医生团队帮他避开了所有的坑吗？如果您这么想，那就把真正的长寿秘诀想得太简单了。其实剥去1000亿身家的光环，首富在生理结构上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他的血管也会老化，他的细胞也会衰退。真正拉开寿命差距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密的海外仙丹，
而是一种普通人很难做到，甚至很难理解的心理特质。这种特质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克制。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您现在手里有花不完的钱，每天一睁眼，全世界最顶级的米其林大厨都在厨房里候着，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只要您点个头，马上就能端上餐桌。在这样巨大的诱惑面前，有几个人能管得住自己的嘴？有几个人能抵挡住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口腹之欲？绝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放纵自己了，但李嘉诚没有。几十年下来，无论外界的生意做得多大，无论参加过多少场极尽奢华的晚宴，当他回到自己的餐桌前，依然是那一碗白米饭，那一盘清淡的黄瓜和青菜。真正的富足，不是你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而是你哪怕什么都吃得起，依然能咽得下最清淡的粗茶淡饭。很多老年朋友总觉得养生就是去寻找某种神奇的偏方，今天听说吃黑豆好，就恨不得一天吃3斤黑豆；明天听说喝茶能降脂，就把家里的白开水全换成浓茶。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短视的投机心理，而在长寿者的字典里，健康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跟风，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坚持。吃黄瓜和洋葱，重点不在于这2样菜有多昂贵，而在于你能不能在50年里有2万个日子都坚守这种不给身体添堵的清淡纪律。说到这里，咱们再来看看咱们自己。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饮食习惯中，其实陷入了2个极其致命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假节俭，真浪费。咱们老一辈人都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骨子里刻着勤俭节约，晚上的剩菜剩饭，哪怕已经变了味，也绝对舍不得倒进垃圾桶，非要在冰箱里放1夜，第2天热一热接着吃。可您知道吗？这些过夜的剩菜里滋生了大量的亚硝酸盐，咱们为了省下那10块8块的买菜钱，却把最伤血管、最容易诱发肿瘤的毒素一口一口吃进了肚子里，最后进了医院，一张病床，1天的花销，购买多少车新鲜的黄瓜和洋葱啊！别把生锈的铜板当成宝，健康才是你账户里唯一带不走的黄金。把剩菜倒掉不是浪费，把好身体吃坏了才是对家庭最大的亏欠。第2个误区是本末倒置的补偿心理。咱们身边肯定有这样的老伙计，平时做饭舍不得放好油，炒菜永远是重盐重酱油，顿顿离不开红烧肉和咸菜，等吃出了一身的三高，又开始疯狂的迷信电视上的保健品广告，每个月的退休金大半都拿去买了各种5颜5色的药片和胶囊。这就像是一棵树，你天天往它的树根上浇开水、倒废油，然后又花大价钱买最贵的肥料喷在树叶上，这树能活得好吗？长寿的长者们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大道至简，最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你自己。最好的药物其实就是你每天端起饭碗时的那份清醒和节制。那么咱们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克制？为什么要在满桌的诱惑面前管住嘴？难道仅仅是为了在这世上多喘几口气吗？不是为了尊严。人老了，最体面的事情不是你手里攥着多少存款，也不是你年轻时有过多少风光的头衔，而是当你70、80岁的时候，依然能自己穿衣吃饭，依然能迈开双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的病床上，看着儿女们为了高昂的医药费四处借钱，愁眉不展。健康的身体不仅是你自己晚年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更是你留给儿女们最大最实在的财富。当你懂得了这份克制的智慧，养生就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任务，而变成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那么这份大道至简的养生法，咱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在自己家的厨房里落地呢？
光说不练假把式。在视频的最后，也是今天最重要的福利环节，我将为您毫无保留地公开2道首富同款的家常菜谱，不需要任何厨艺，不需要昂贵的食材，只要您跟着做，就能每天给自己的血管洗个澡。到底怎么切、怎么拌才能锁住营养？咱们马上进入最后一章的实操教学。第一道菜，醋汁洋葱拌黄瓜。这道菜的精髓在于生吃和少调料，这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洋葱里的前列腺素 A 和黄瓜里的钾元素。准备食材，挑一根新鲜的脆黄瓜，半个紫皮洋葱，咱们尽量选紫皮的，因为紫皮洋葱里的抗氧化物质花青素更丰富，护脑的效果更好。处理诀窍，有些老伙计怕生吃洋葱太辣伤胃，教您一个乖。洋葱切丝后，可以在凉白开里稍微泡个2-3分钟，捞出沥干，那股刺鼻的辣味就大大减弱了。黄瓜直接拍碎切块。调味秘诀，记住，千万别放重盐和各种提鲜的科技狠活。您只需要加2勺陈醋，醋能软化血管，促进消化；1小勺香油，一点点生抽提味即可。拌匀后，清脆爽口，酸辣开胃，不仅降压刮油，还能让大脑瞬间清醒。第二道菜，木耳洋葱黄瓜爽。如果您觉得光吃这2样太单调，可以在上面那道菜的基础上，加入血管清道夫的黄金替补黑木耳。做法同样极简，抓1小把优质的黑木耳，用温水泡发，过开水焯熟后捞出，过一遍凉水保持爽脆。然后和切好的黄瓜段、洋葱丝放在一起，用同样的调料拌匀，功效叠加。木耳里的植物胶质有着极强的吸附力，配合黄瓜和洋葱这3样混在一起，简直就是给您的肠道和血管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说到底，咱们今天讲的这份养生大智慧，其实就2句话：黄瓜帮你清空多余的负担，洋葱替你守住大脑的清醒。每天清晨，当那位年近100岁的首富坐在大宅里，夹起那一筷子清淡的黄瓜时，他吃下的不是什么绝世秘方，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是对生命底线的坚守。咱们普通老百姓虽然没有1000亿的资产需要去继承，但咱们有一副好身体需要去守卫。这辈子留给儿女再多的存折，都不如留给他们一个无病无灾、硬朗慈祥的老父亲、老母亲。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嘉诚养生道点个赞，让这条干货视频能去帮助更多被三高折磨的老年朋友。同时，我邀请您在评论区打出“坚持健康”4个字，咱们立下一个契约，从明天的早饭开始，亲自试一试这2道小菜。也别忘了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您家族群里的老伙计们。健康这条路，大家搭个伴一起走，才不会掉队。如果你想知道老年人怎么吃鸡蛋才不会让胆固醇飙升，请订阅嘉诚养生道，咱们下期接着聊。